这台电脑就是大家一直期盼的小新 Pro 16了。它的特点非常简单，就是把 AMD 处理器和 GTX 1650显卡塞进了大屏全能本的体型里，而且在高负载下能够达到80瓦的性能释放。要知道，以前这个体积的笔记本标配都是英特尔的4核处理器和 AMX 显卡，联想这次给他们都升了个级。那么这台电脑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照例，我们先从配置开始聊起。它搭载了 AMD 的 R7580H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，独显是 GTX 1650，最大功耗为55瓦，内存是常规的16GB 3200兆赫兹，板载不可更换。固态硬盘是512GB 容量的美光2300，这个型号比较少见，具体性能我们放到后面测试。屏幕继承了小新 Pro 系列的一贯高素质，它搭载了一块16英寸2560×1600分辨率100% sRGB 色域的 IPS 屏，而且刷新率达到了120赫兹。价格方面，它的首发价格为5999元，还有其他配置和价格我们请后期放上来。在同价位和同体积下，小新 Pro 16这个配置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。对比采用英特尔处理器的全能本，它的 CPU 多核性能要强得多，而且呢，对比其他 AMD 处理器的大屏轻薄本，它又是少数搭载了独立显卡的机型，还是比 MX 450更高一级的 GTX 独显。另外，它还有一个搭载 RTX 独显的顶配版本，会在晚些时候上市，不急着用的话可以再等等。在外观部分，小新 Pro 16延续了小新系列的家族式设计语言，整机为银灰配色，金属磨砂材质 ，A 面只有一个简约的 Lenovo 名牌。翻开屏幕，B 面就是这块16:10比例的2K 雾面屏了。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105.2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99.4%的 sRGB， 平均delta E为 1.56， 最大delta E为 2.87， 屏幕最大亮度约为400尼特，可惜均匀性一般，边缘会下降到340尼特左右。响应时间是这块屏幕的另一大亮点，它的实测黑白响应时间为 8.07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 12.5 毫秒，这个成绩比拯救者 R7000P 这种游戏本都要好一些。配上120赫兹的刷新率，把它当成一块电竞屏好像也不是不行嘛。屏幕的调光方式是很让人放心的全亮度 DC， 没问题。这块屏幕的分辨率、色域、色准、刷新率、响应时间在同价位里都是优秀的水准，说它是主流价位上的全能本屏幕标杆应该都没有问题。接下来继续看 C 面，开机键位于右上角，由于已经搭载了人脸识别技术，所以说没有采用传统的指纹识别。键盘键程为 1.3 毫米，手感普普通通，它保留了数字小键盘，方向键的尺寸也比较大。在这个笔记本键盘设计日益阴间的大环境下，这种偏实用的键位设计是值得表扬的。触控板的面积中规中矩，滑动手感一般，点按的操作比小新 Pro 14灵敏了一些，我觉得是更加好用了。地面没什么可说的啊，一排长脚垫，中间是进风口，整机厚度17.1到17.8毫米，机身重量1.97千克。来到侧面，看一眼接口，两个 USB-A 口都是 3.0 速率，右侧还有一个 UHS 1的 SD 读卡器。因为标压 R7 加1650的配置功耗较高，这台电脑采用了130瓦的方口适配器进行供电。当然了，外出携带时你也可以放弃一部分性能，使用 Type-C 的接口和霹雳充电器来减少旅行重量。在功耗较低的英特尔版和 AMD 核显版的配置中，这个方口会被替换成可以充电的 Type-C， 适配器也会变成95瓦的 C 口。可以说你能想到的联想都给你备好了。总的来说，小新 Pro 16的外观设计没什么新奇的，简单实用高性价比才是小新系列的设计理念。不过呢，它虽然有一个大屏轻薄本的厚度，但是重量接近2000克，负重敏感型用户在买之前还是建议先上手体验一下。对于这台电脑，我知道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看看它的性能表现了，毕竟 AMD 处理器加 GTX 独显的配置在全能本里还是第一次。在 Cinebench R20的循环中，小新 Pro 16可以维持在4400分左右的成绩，前5轮跑分时 CPU 的功耗在54瓦，后面会逐渐降到50瓦。这个分数超过了绝大多数采用英特尔的游戏本，和采用同款处理器的锐龙游戏本比较接近。显卡部分 ，GTX 1650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，但是在测试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在 FSE 和 TimeSpy 跑分中，这颗55瓦的 GTX 1650分数居然比我们用来当做基准的50瓦1650低了4%左右，这5瓦是白给了啊！仔细对比一下 GPU-Z 的截图，可以发现小新 Pro 16采用的是一张新版的 GTX 1650。它的核心频率、显存频率、纹理单元相比之前都有所降低。如果在驱动里面关闭动态增强，那它的最大功耗会变成45瓦，而不是常见的50瓦。这些特性都和 GTX 1650 Max-Q 更加接近。再加上这台电脑没有独显支联，而且使用的是2BG 的内存，实际性能比游戏本上的160打一点折扣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当然了，作为一款入门级的游戏独显，它的性能比 MX 450还是要好不少的。而且保留了 MX 450上没有的 NVINC 编码器，在视频创作等领域中可以用到。具体到实际游戏帧数上面，原生分辨率下的 Dota 2平均有116.4帧，CSGO 有157.3帧，都是很流畅的水平。而在大型单机部分，
由于 2K 分辨率对于1650这个级别的显卡来说压力太大，我们把分辨率降低到 1080p 测试了几个游戏。在中等画质下，古墓丽影暗影可以达到55帧，看门狗军团可以达到52帧，全战三国则有60帧。之前我们评测 MX 显卡的笔记本，一般都会说它只适合轻度网游，大型单机就别想了。而搭载了1650显卡的小新 Pro 16就是一块3A 大作的敲门砖。虽然算不上丝般顺滑流畅，但是对于那些只能买一台电脑的用户来说，这就是能玩与不能玩的区别。然后再来看看它在生产力项目中的表现。Adobe 3件套的基准测试，小新 Pro 16取得了 PS 795分、AE 857分、PR 536分的成绩。分数相比那些游戏本和专业的创意设计 PC 来说，并没有差很多。作为一台17毫米厚度的全能本，这个表现不错。在小新 Pro 16与小新 Pro 14标 i 锐龙版的对比中，我们也能看出独显加速在 PR 项目中的巨大作用。真要生产力，独立显卡还是不可或缺的。这么多数据实测下来，小新 Pro 16的性能确实对得起它全能本的定位。以前那种英特尔4核 CPU 加 MX 独显的全能本，实际性能往往都属于全都不能本。而小新 Pro 16使用了8核心 R7 处理器和 GTX 1650独显之后，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内容创作，它都能达到一个温饱的水平。再加上17毫米的机身厚度和不到2000克的重量，它真正诠释了6000元的全能本该怎么做。下面进入散热测试。官方宣传这台电脑可以达到80瓦的持续性能释放，我们用实测来验证一下。把机器调整到野兽模式，室温25度，单烤 FPU， 而 75800H 的温度维持在 93.5度，功耗49瓦，频率 3.4G 赫兹。单烤显卡 GTX 1650的温度维持在73度，功耗55瓦，频率1485兆赫兹。双烤 R7580H 的温度维持在84度，功耗25瓦，频率 2.55G 赫兹。显卡温度75度，功耗55瓦，频率1440兆赫兹。可以看出，在双烤条件下，小新 Pro 16的功耗分配更倾向于显卡。不过呢，由于 AMD 这边的能耗比比较好，25瓦的 CPU 性能也不会太差。表面温度看图，高温区域集中在键盘中间靠上的区域，温度最高的键帽为 F11 47.7度，比较热。背面的高温区域不大，但是呢，最高温度也达到了51.2度。噪音方面，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48到48.5分贝，放在轻薄本里属于偏高的水平。联想的主流产品散热一般都比较让人放心，小新 Pro 16也是。一开始我还担心17毫米的机身厚度压50瓦的独显比较困难，现在来看它确实做到了。不过呢，这台电脑满载时的噪音和表面温度相比其他轻薄本都要高一些，这也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好散热不得不做出的牺牲。如果对噪音比较敏感，那建议在日常使用中开启均衡或者静音模式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再把它拆开看看。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，拧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小新 Pro 16采用了双热管、双风扇的散热，散热模组的布局和小新 Pro 14很像。不过呢，小新 Pro 16加粗了热管，而且换上了体积更大、风力更强的12伏风扇，因此散热能力也变强了。屏蔽罩下面是美光的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 SDP 封装，2个 back group， 跑分如图所示。现在板载内存基本上都是 2BG、4BG 的双面颗粒内存，以后很难在轻薄本上见到了。右侧是 512GB 的固态硬盘，型号为美光的2300，支持 PCIe 3.0/4，我们之前没见过这个型号啊。从跑分数据来看，是和三星 PM98EA 同一个档次的高性能固态。不过呢，在 HD Turn 的持续读写测试中，这块硬盘出现了过热掉速的情况，写入和读取速度都受到了影响。其实小新 Pro 16给这块硬盘做了个辅助散热，用硅胶垫把热量传导到地壳上。无奈的是，这个盘本身发热量比较大。最下面就是75瓦时的电池了，可以看出它为了充分利用内部空间，采用了异形设计。实测 PC Mark 时，现来办公的续航时间为10个小时54分钟。应付一天的轻度办公没有什么问题。好了，在看完了配置、外观、屏幕、性能、散热拆解之后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也有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，第一，配置均衡，性价比高。这台电脑搭载了 AMD 的8核 CPU 和 GTX 1650独显，这让它无论是在办公、游戏还是生产力环境下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。同时，它还有着轻薄本的厚度，比游戏本更轻的重量，加上高规格的屏幕，首发价只要5999元。是6000元价位上性价比最高的全能本。第二，屏幕素质较好，小新 Pro 系列的屏幕一向不错。这次小新 Pro 16在16:10比例和 2K 分辨率的基础上，加入了120赫兹刷新率，让这块屏幕更全能了。第三，键盘设计合理。近2年，各大笔记本厂商都喜欢设计一些布局比较阴间的键盘，而联想坚持在大尺寸机型上搭载小键盘，坚持使用正常大小的方向键，坚持把电源键独立到键盘外，这种从实用角度出发的设计思路，我是非常赞同的。当然了，小新 Pro 16也存在了一些缺点。第一，同体积笔记本中重量较大。小新 Pro 16想要在轻薄本的体型里做出一台全能本，
它的厚度控制还不错，但是呢，重量更倾向于游戏本，不适合追求极致便携的人群。第二，虽然可以 F1+Q 切换散热模式，但是呢，在主打高性能的模式下，高负载表面温度和噪音较高。这台电脑在高负载下 F11 功能键最高温度达到了47.7度，而且键盘上沿包括屏轴的部分都比较热，隔热能力受到了厚度的制约。第三，标配130瓦的方口适配器，外出追求便携需要额外购买100瓦 PD 充电器。如今大多数的轻薄本和全能本都标配了 Type-C 形状的 PD 充电器，但是 Pro 16依旧是方口充电器，这也是为了性能而做出的妥协。如果你比较在意便携，那建议自己另外选配100瓦的 PD 充电器。总的来说，小新 Pro 16可以说是大屏全能本领域的标杆级产品，它最适合的人群就是那种既要又要的用户。就比如说我吧，今年20岁，是学生，需要一台用来学习的电脑，所以说它的外观必须低调，还有一定的便携性，方便我背着它去图书馆。同时我还要享受一下大学生活，和舍友开开黑，光网游还不行，单机大作我也要体验一下，视频剪辑我也还想试一试。所以说呢，至少得有一张 GTX 1650独显。最后我的家境又不富裕，最多只有6000块钱拿来买电脑，那这个时候小新 Pro 16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了。当然了，全能本终归还是一个不极致的产品，如果你对便携或者性能有极致需求，那还是选择专业的轻薄本和游戏本体验更好。在以往，全能本这个领域几乎只有英特尔的产品可以选，因为中低端价位的 AMD 轻薄本都不带独显，而极少数带独显的高端型号，就比如说幻15，价格都比较高，明显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。在5、6千这个主流价位段 ，AMD 处理器加独显这个黄金组合一直是缺席的。而现在，小新 Pro 16填补了这个空缺，让价格敏感型消费者也能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本。无论是对于消费者，还是对于联想、对于 AMD， 小新 Pro 16都是一款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亚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版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比亚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